妈，我跟志远商量个事儿。你说，我跟闺蜜合伙开奶茶店，启动资金还差15万，您这些年攒的钱先借我们周转。我的钱是养老的。您都50了，这钱放银行里生锈，不如让我们拿去赚钱。再说了，您住这间房改成仓库，1个月省2000块租金。我给您物色了个伴儿，隔壁小区的退休教师张老师，人老实，退休金稳定。后天见面。您把自己收拾干净点，别让人家觉得我们家占便宜。妈，周敏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您一个人住也孤单。后天之前把房间腾出来。门关得很轻，却像一巴掌扇在沈若兰脸上。她在这间屋子住了30年，从新婚到丧偶，从年轻到白发。现在儿子告诉她，这间房要改成仓库。陆总，社区推荐的张老师，退休中学教师，为人正派，退休金6000多。我安排了后天下午茶馆见面。我说了多少遍，不相亲。可是您都55了，一个人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上个月胃病犯了3次，医生说再不注意饮食，迟早要出大事儿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。陆总，您母亲走之前最大的心愿，就是看您身边有个人照顾。您再这样下去，别说集团的事儿，您自己的身体先垮了。行，去一趟。但说好了，找个普通人，挣多过日子的那种，别再找那些脸上写着图钱2个字的。这次再找错，我就真不去了。放心，张老师绝对靠谱。他站在这座城市的最高处，却连一个能一起吃晚饭的人都没有。您是张老师约的，他在3号桌等您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对面坐着一个穿旧夹克的男人，头发有些花白，正低头看手机，不是张老师。对面坐着一个穿旧夹克的男人，头发有些花白，正低头看手机，不是张老师。我长话短说，我需要一张结婚证，离开现在的家。我不谈感情，只求一个住的地方。婚后经济 AA， 生活互不干涉。他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在相亲，倒像是在谈一笔生意。他做了30年生意，第一次有人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你不图钱？图一个能喘气儿的地方。50岁上下，穿着朴素但干净，眼神很亮，不是那种怯生生的亮，是见过风浪之后沉淀下来的亮。他不是来相亲的，他是来谈一笔交易。30年的委屈攒够了，他需要一个出口。而眼前这个男人，不管他是谁，至少看起来不算是个会算计他的人。那我也把情况说清楚。我以前在前进机械厂当电工，后来厂子倒了，现在自己接点散活，收入不稳定，一个月撑死3、4千。你确定？电工挺好，至少家里电路坏了不用花钱请人。协议婚姻，只领证不办婚礼，3年为期，到期和平分开，互不纠缠。可以，现在就去领证。就现在？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20万，密码等下你自己改，拿着算彩礼。你一个电工，把全部积蓄都给我。既然领了证，就得按规矩来。20万，沈若兰还了8年房贷，搭上全部退休金，换来儿子一句妈你嫁了吧。而一个认识不到2小时的陌生人，把全部身家交到了他手里。这钱我收下，但我会还你。随你。换来儿子一句妈你嫁了吧。而一个认识不到2小时的陌生人，把全部身家交到了他手里。这钱我收下，但我会还你。有必要吗？有。里屋我睡，你睡沙发。有意见现在提，没意见就按规矩来。水电煤气买菜做饭，所有开支记在这上面，月底结算，1分1毫，清清楚楚。还有厨房，我来用你别进。上次听你说是电工，家里要是有什么坏的，你负责修。各管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行。沈若兰把那条线画在客厅中间的时候，手很稳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她在儿子家里画了30年的线，那条线叫母爱。
现在他要给自己画一条线，这条线叫尊严。陆成远看着那条线，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比他见过的所有谈判对手都难对付。从来没见过谁把 AA 制执行的这么彻底的，要么是真穷，要么是戏精。再看看，从来没见过谁把 AA 制执行的这么彻底的，要么是真穷，要么是戏精。你干什么呢？我想煮个面。你是电工，电磁炉短路了，你不知道？电工管的是电线，电磁炉是家电，两码事儿。你到底干了多少年电工，连个电磁炉都不会用？我修的是工业线路，不是家用电器。行了，乞丐，让我来。他吃了55年饭，米其林3星的法餐吃过，顶级私厨的中餐也尝过，但这碗最简单的清汤面，他一口没剩。喝点水，明天我陪你去诊所看看。不用，小毛病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虽卖相不好，但姜是新鲜的。你这是储姜汤还是储中药？虽卖相不好，但姜是新鲜的。你这是储姜汤还是储中药？第一次煮，没掌握好火候。50岁了，还没有人给他守过一整夜。家里没菜了，只有这碗面凑合一顿。再来一碗。面没了，就剩那半把。那明天多买点面。行，记账本上记一笔，面条钱 AA。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工资归你管。你一个月3、4千块的工资自己都不够花，给我干什么？那碗价值这个数，一碗价值几毛钱。对我来说不是。明天想吃什么？手擀面。行，明天多买点面。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工资归你管。吃了55年饭。胃里那个结被一碗手擀面化开了。他从来没告诉他，这碗面里放的不是盐，是一个人30年来第一次被心疼的味道。水费你那边多了3.2块，我这边多用了1度电，扣掉上次菜钱。你干嘛？说好 AA 的，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。陆成远，我跟你讲清楚，我进这个门不是来找依靠的，我就是要一个能喘气儿的地方。你对我好，我记着，但我不能欠你的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。你喝了我煮的姜汤，我吃了你做的手擀面，谁也不欠谁。你昨晚在沙发上守了一夜，地上凉快。你手腕上那道印子是我发烧的时候掐的。我说了碰的。陆成远，我活了50年，没人给我守过一整夜，工资你自己留着，但这个本子不用了。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手擀面不腻。天天吃面不腻。你这辈子算了太多账，以后的账我来算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打开过那个本子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打开过那个本子。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。大姐，最低2块。1块8，多1毛都不行。把这袋土豆拎上，晚上吃土豆炖白菜，省钱又管饱。上次是邻居刘婶家的收音机，
这次是楼道里坏了半年的声控灯。陆师傅手真巧，吃饭了。陆成远觉得这是他55年来吃过的最踏实的一顿饭，不是因为菜有多好，是因为对面坐着一个人。这是他55年来吃过的最踏实的一顿饭，不是因为菜有多好，是因为对面坐着一个人。妈，您这地方也太破了。对了，那个陆大爷给了多少彩礼？20万。20万？妈，这钱您先借我们，奶茶店开业了马上还您。这是我的钱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您嫁人了，这钱就是共同财产。再说了，您一个人花得了多少？每个月给我们5000块，就当您孝敬孙子的。妈，周敏说的对，您现在有人养了，也不差这点钱。出去。这辈子第一次换锁，是把儿子锁在外面。他不知道的是，陆成远提前回来了，在楼道拐角处，把周敏说的每一句话都听见了。每个月5000块，就当孝敬孙子的。陆成远，你干什么？青菜1块8，土豆2块3，你算得真清楚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答应了他们每个月给5000？你听见了？我听见的远比你演的精彩。原来我花的每一分钱你都记着，给别人留了后路。不是那样的。那是怎样？是我煮的姜汤不够苦，还是那碗手擀面不够香，让你还有心思去算计怎么从我这里榨出钱来？不是那样的。那是怎样？是我煮的姜汤不够苦，还是那碗手擀面不够香，让你还有心思去算计怎么从我这里榨出钱来 ？AA 制，算得清清楚楚。原来是为了这个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句，就定了我的罪。既然都听见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回来告诉你，游戏结束了，周一我们去离婚。陆总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出租屋那边的戏演完了，沈若兰把我给她的卡冻了。哪张卡？20万那张，立刻冻结。陆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说冻结，需要重复第2遍吗 ？VIP 客户账户紧急冻结，户名沈若兰，卡尾号3307，即刻执行。陆总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说冻结，需要重复第2遍吗 ？VIP 客户账户紧急冻结，户名沈若兰，卡尾号3307，即刻执行。3天了，他一口饭都没吃下去。陆总，你好歹吃口东西垫一下。我让你出去。他看得眼睛发酸，不是因为饿，是因为心疼。我进这个门不是来找依靠的，我进这个门不是来找依靠的。取5万，我下午还约了做美容。女士，不好意思，这笔交易我们无法处理。什么意思？不可能，这是20万的彩礼钱，这张卡已被主卡持有人冻结。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我婆婆给我的。女士，根据我们的记录，这张卡的持有人并非您的婆婆，请问您和主卡持有人是什么关系？
他是我婆婆的丈夫，我当然认识。是吗？这张卡的主卡账户属于陆氏集团，是内部发行不设上限的顶级信用卡。您确定您认识持有人呢？陆氏集团？不可能，那个男人就是个修水电的穷电工。鉴于您无法说明此卡的合法来源，且该卡状态异常，我们已经通知了安保部门。鉴于您无法说明此卡的合法来源，且该卡状态异常，我们已经通知了安保部门。沈若兰，你给我开门！你一张冻结的废卡，让我在银行差点被当贼抓，你什么意思？给我出来！我姓陈，给老陆发工资的，他在我手底下干活，人老实，手艺好，我从不亏待他。你又是哪根葱，敢在这儿动手？这是我家的事儿。家事，我工地上300多号人，个个都管我叫陈哥。你今天动一下试试。你要是觉得这事儿没完，我现在就叫人，让大家过来跟你评评理，看看是谁家的姑娘这么有孝心。你们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沈姐，没事吧？沈姐，没事吧？沈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收拾一下就好。沈姐，老陆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沈姐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。那天您儿子和儿媳在楼道里说的话，老陆全听见了。听见了什么？您儿媳说，您嫁人就是为了从老陆身上榨钱，20万本来就是你们家的，以后每月5000也是应该的，所以他撕了记账本。是。可是沈姐，您当天就换了锁，压根没打算给他们1分钱，他不知道。他爱信就信。我沈若兰这辈子解释过的话，没有第2遍。沈姐，这误会大了，老陆听了一半就炸了，根本不知道您换了锁。您不解释，他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。沈姐，这钟怎么了？前2天不小心摔了，找了3家修表店都说没法修，里面的擒重插断了。沈姐，您会修这个？沈姐，您会修这个？沈姐，您怎么会修这个？我18岁进前进机械厂，在精密车间干了12年，这种小机芯的活儿，闭着眼睛都能干。陆总，沈女士的资料查到了。2人多次向沈女士索要钱财，邻居反映，沈女士在家中被儿媳当保姆使唤，洗衣做饭全包。陆总，沈女士当天就换了锁，她没有打算给沈志远1分钱。2人多次向沈女士索要钱财，邻居反映，沈女士在家中被儿媳当保姆使唤，洗衣做饭全包。陆总，快叫救护车！送市医院，普通病房。谁敢送 VIP， 明天全城都知道陆氏总裁饿晕在办公室。2天，您整整2天没吃一口东西。陆总，沈姐换了锁的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。什么？沈姐当天就换了锁，
他答应给5000块是为了把人赶走，门一关，当天就叫了开锁师傅换了新锁，他1分钱都没打算给。他答应给5000块是为了把人赶走，门一关，当天就叫了开锁师傅换了新锁，他1分钱都没打算给。爸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你是不是为了给我攒学费，连饭都舍不得吃？谁让你回来的？陈叔给我打的电话说您饿晕了，我机票都退了，连夜赶回来的。阿姨呢？就是跟我爸领证的那个阿姨，她在哪儿？陆总，要不我给沈姐打个电话？不用。爸，你就让我给她打个电话吧。妈走得早，爸你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又当爹又当妈。她那个胃病就是当年在厂子里落下的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挣的钱全供我念书。我出国了谁管她？她那个胃病就是当年在厂子里落下的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挣的钱全供我念书。我出国了谁管她？孩子，阿姨在。阿姨您不走？你爸有我呢，饿不着他。爸，你听见没？阿姨说不走了，你快醒啊！爸，你要是把这个人弄丢了，下一个55年，没人给你做手擀面，干嘛好？考察期3个月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都答应。工资卡交出来。你说过工资归我管，我当时没要，现在我要了。一共3700块，密码050517。多少050517，5月17，你的生日。3个月做不好，卡还你，人也还你。一共3700块，密码050517。多少050517，5月17，你的生日。3个月做不好，卡还你，人也还你。今天我做饭。凑合吃吧，我第一次做。你这不是土豆丝，是土豆棍儿。明天继续练，看蒸。明天教你擀面。好。笑你像个面粉精，55岁的人了，连个面都擀不好。明天肯定比今天强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明天肯定比今天强。你每次都这么说。今天想吃什么？手擀面。天天吃面不腻。不腻，你做的我都爱吃。你那件汗衫领子上的标签还没剪，回头我自己剪。你上次说回头，都回头1个星期了。55岁的人了，连个标签都不会剪。下次我自己剪。你上次也这么说。
妈，我来看看您。有什么事儿？妈，奶茶店赔了，周敏跟我闹离婚，您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有。妈，您现在嫁人了，陆大爷不是有钱吗？您帮我跟他借一点。他的钱是他的，我的钱是我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的养老钱1分都不会给你。妈，我是您儿子，您就忍心看我过不下去？您现在嫁人了，陆大爷不是有钱吗？您帮我跟他借一点。他的钱是他的，我的钱是我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的养老钱1分都不会给你。妈，我是您儿子，您就忍心看我过不下去？你是我儿子的时候，你又怎么忍心看我被赶出家门呢？你媳妇儿让我腾房间当仓库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替我说一句话呢？回去告诉周敏，从今以后别再打我的主意，这扇门你们进不来了。如果48小时内找不到问题，整座桥墩要拆除重建，损失至少2个亿。方特助，把所有技术资料调出来，我亲自看。爸，你那边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有，你管好你的学业，不用担心。陆总，沈姐以前在精密车间干过12年，她懂机械结构，要不要让她看看？资料在哪儿？资料在哪儿？你们用的是德标规范，但这个窑井体系的参数跟前进机械厂当年生产的 KX3800型卷阀釉毛质是一样的。我在这条生产线上干了12年，数据偏差了0.3毫米，刚好卡在合格线上，但实际上已经超标了。您怎么知道 KX3800的参数？全国机械技能大赛，我拿了1等奖，考的就是这个。因为当年这个参数就是我定的。1997年全国机械技能大赛，我拿了1等奖，考的就是这个。问题出在第7号和第12号铆镜点，间距偏差超过允许值，其余铆镜点虽然检测数据在合格范围内，但安全盐量不足，建议全部重新校准。全部停工，按沈师傅说的，重新校准所有铆格点。沈师傅，这个角度对不对？往左偏2度。对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拧紧。沈师傅，这个角度对不对？往左偏2度。对，就是这个位置。拧紧。走吧，回家做饭。专家。在陆氏集团打工，却不知道那个穷电工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。陆总是我妈的丈夫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什么？我妈在陆氏集团工地上指挥施工，陆总是我妈的丈夫。他一直在陆氏集团打工，却不知道那个穷电工就是陆氏集团的总裁。陆总是我妈的丈夫，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沈志远先生，经查实，您在工作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向供应商索要回扣，
且您的入职资料存在造假，根据公司规定，即刻解除劳动合同。你们不能开除我，我妈是陆总的妻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不能留您。陆总亲自签的字，您还是赶紧收拾东西，离开吧。这跟穿着旧夹克在我面前煮壶姜汤的男人，居然是同一个人！你骗我，居然骗我！若兰，听我解释。你跟我说你是电工，一个月3、4千，我跟你 AA 制，看我1块8、1块8的砍菜价好笑吗？你站在前堆上居高临下看了我3个月的戏，不是那样的。那是怎样？你觉得好玩是吗？看着我一个50岁的老太太精打细算过日子，还被儿子媳妇儿欺负，看我把记账本写得密密麻麻，你觉得这很有趣吗？若兰，考察期不合格，你走吧。若兰，考察期不合格，你走吧。陆总，您一夜没回去。他不开门。要不我找开锁的把门打开？不用，他换了锁就是不想见我，尊重他。若兰，我不逼你，但我要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看过你。我站在钱堆上，永远够不着你，所以我把钱堆扔了。若兰，钥匙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开门。我等你。各位，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一件事要宣布。从今天起，我辞去陆氏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职务，全部股份无偿转让给陆晨。陆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集团市值几百亿，您说扔就扔？不是扔，是交给更合适的人。陆晨虽然年轻，但他有能力，也有魄力。我相信他能把陆氏带上更高的台阶。可是您，陆晨虽然年轻，但他有能力，也有魄力。我相信他能把陆氏带上更高的台阶。可是您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，比这几百亿重要的多。陆总，您真的想好了？您什么都没带。我本来也是两手空空来的。若兰回来了，听说她嫁了个穷电工，又离了。50岁了还折腾，也不嫌丢人。若兰回来了，听说她嫁了个穷电工，又离了。50岁了还折腾，也不嫌丢人。若兰，你一个人行吗？行，习惯了。你从哪儿来的？城里走过来的。走了多久？300公里，走了4天。快进来吧。快进来吧。
你又来演戏了是不是？陆成远，你几百亿的身价说扔就扔，现在跑到我这儿来装可怜，你觉得我会信？若兰，你看看我这身上哪一处是假的？我把所有股份都转给了陆晨，集团的事跟我没任何关系了，我身上没有1分钱，也没有一句谎话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？若兰，我不是演给你看的，我是演给我自己看的。我这辈子什么都买得起，唯独买不起你那碗手擀面。我得跟你站在同一地挺地方，才有资格敲你这扇门。你一个人走了4天4天3夜，路上有人认出我，要给我开车，我没上，我想自己走过来。你是个傻子。我知道。院子里有间柴房，你先住那儿，想留下来就干活，不想干，门在那边。行，干什么都行。这堆批完再吃饭。你到底会不会劈柴？我以前只批过合同。下午去翻地种豆角。你把半笼豆苗全除了。什么？绿的是苗，黄的是草。你是色盲吗？栽不回去了，根断了。对不起。你把半笼豆苗全除了。什么？绿的是苗，黄的是草。你是色盲吗？栽不回去了，根断了。对不起。起来吧，手上的泡自己不疼。不疼。骗人。真不疼。你站在这儿什么都不疼，少贫。看你明天灶台烧的怎么样再说。爸妈，陆师傅手真巧，这水泵3年了都没人修好。妈，我给您带了城里的糕点，还有爸爱喝的茶。又乱花钱。给我妈花钱不叫浪费。妈，您做的菜比城里任何馆子都好吃。就是个土鸡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不一样，这是家的味道。妈，以后这种日子天天都是。历经奔波劳碌，他终于展露出发自内心的轻松笑意。简单的一餐饭，便是此刻最安稳的幸福。有人驻足观望，终究明白此间早已不属于自己。凝望过后，只剩默默转身离去。眼底看见儿子，心中早已波澜不惊。别出声，他白天忙了一天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起来，进屋吧。不用，我扛得住。你翻了5次会，咳嗽了半夜，你当我聋了？起来。吃完面到里屋睡，柴房太冷，你那把老骨头扛不住。若兰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碗面。每晚你都说最好。因为每晚都是你做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55岁的人了，跟个孩子似的。我没哭。那你眼睛怎么红了？风迷眼了。屋里哪来的风？我也没哭，风迷眼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进里屋睡，你耳朵也不好使了。你原谅我了？你连几百亿都不要了，走了300公里来这儿给我劈柴种地，手上的泡破了一层又一层，半垄豆苗除没了。早点睡，第2天还要走40里路去买种子。我沈若兰这辈子没欠过人情，这笔账我还不清了。以后的日子
咱们一起好好过。寒冬将近，枯木逢春，一切都迎来了新的希望。所有的苦涩与煎熬，最终都酿成了心底的甘甜。30年委屈，300公里风尘，旧事翻涌，苦尽甘来。若兰，和你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我也是。